你好，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每天忙得像陀螺，洗漱完刷刷手机，一看时间，那些健身学习的计划只能一拖再拖，那更是手忙脚乱。一整天下来根本没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事，这种感觉咱们管它叫时间贫穷。时间贫穷可不是小事，它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有些人压缩睡眠和运动，生病了也硬扛着不去医院，身体健康状况直线下降。还有些人忙到连陪家人朋友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慢慢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孤独。本书的作者派西霍姆斯教授就是美国加州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他对这种时间贫穷感同身受。下班回家后，他得面对一大堆家务，打扫卫生、做饭、接送孩子去兴趣班、保养汽车，这种忙碌让他觉得一点都不幸福。于是泰西开始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为了找到时间和幸福感的秘密，凯西深入调查了几万名美国人的生活，最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一个人的幸福感跟每天有多少可支配时间息息相关。最幸福的状态是每天能有2到5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什么是可支配时间呢？简单说，就是你一天中除了吃饭、睡觉、工作这些必须做的事，摊记做家务、接送孩子等各种杂事之后，剩下的那些完全由你自由安排的时间。如果你的可支配时间少于2小时，人就会感觉精疲力尽，陷入时间贫穷。但也不是越多越好，如果超过5小时，人又会觉得无所事事，生活缺乏目标感，同样不幸福。凯西教授花了很多年研究，发现只要咱们学会合理规划，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每个人都能摆脱时间贫穷，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把这些年的研究成果都写进了这本书里，很快就登上了《华尔街日报》的畅销榜，还成了2022年亚马逊的年度商业书籍。那么咱们到底该怎么做呢？主要分2个部分。第一，怎么找到那些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第二，又怎么更好地去利用这些时间？咱们先来说说怎么找到那些真正优先要做的事情。在时间管理领域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说法，每个人的时间就像一个罐子，咱们要把不同的东西装进去，就像大块的鹅卵石。不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细沙。你想想，如果你一开始就往罐子里装细沙，那些无穷无尽的沙子很快就会把罐子填满，最后你连一块大鹅卵石都放不进去。所以先把大鹅卵石放进去，然后再让细沙去填补剩下的缝隙。这意味着时间管理的第一要务就是找出你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鹅卵石，然后优先把时间留给他们。那怎么才能找到这些鹅卵石呢？作者提供了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叫时间追踪，这个方法要求你详细记录自己的时间安排，然后从中分辨哪些是重要，哪些不重要。作者建议除了睡觉时间，你每个半小时就记录一下自己刚刚做了什么。当然，如果你连续好几个小时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做完了一起记录也可以。你还要记下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用2个维度来打分，快乐程度和意义感。每个维度都从1分到10分，1分代表很不快乐或很无意义，10分代表非常快乐或很有意义。这的时间追踪至少要坚持1到2周，这样才能全面反映你的真实生活。通过这些记录，你就能清楚地看到哪些事情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意义。作者根据快乐和意义感的不同组合，并给出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咱们要记住，每件事的快乐和意义感都是很主观的，比如有的人做饭是折磨，有的人却乐在其中，这都没问题。重要的是学习作者的应对方法。第一类是不快乐又没意义的事情，
这就像咱们前面说的细沙，很多人之所以觉得时间不够用，就是因为在这类事情上花了太多时间。想要拥有更多可支配时间，首先就要减少它们。对于这类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做。在作者看来，刷社交媒体就属于这类事，它没什么实际意义，多数时候只是在无聊时打发时间。而且，社交媒体上经常充斥着各种焦虑和负面消息，很多研究都表明，经常刷社交媒体的人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自然谈不上快乐。然而，有多少人每天不在微信、抖音、小红书上刷掉好几个小时？如果能把这些时间省下来，你就能大大缓解时间贫穷，去做那些对你更重要的事。不过，有些不快乐又没意义的事，咱们又不得不做。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想想能不能把它们外包出去。很多人觉得做家务既不快乐又没意义，可建议可以考虑把家务外包给服务人员，比如请人定期打扫卫生、整理房间。毕竟一天只有24小时，把做家务的时间省下来，去陪伴亲人朋友、参加聚会，或者钻研自己的兴趣爱好，都能让你更有收获。很多夫妻也经常因为家务分配而吵架。如果把家务外包出去，夫妻关系反而会更和谐。一项研究就指出，外包家务的夫妻有更多时间交流情感，对婚姻的满意度也更高。当然，家务的范围很广，从买菜做饭到洗衣洗车都算。咱们不可能把所有家务都外包，但只要把1-2件你特别讨厌的家务外包出去，就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可支配时间，让你感觉更轻松快乐。另外，外包家务也不一定非得雇人，你也可以购买扫地机器人、洗地机或者洗碗机，让机器帮你分担一部分家务。如果有些不快乐又没意义的事实在无法外包，那你还可以试试捆绑法。所谓的捆绑，就是把你喜欢的事和讨厌的事一起做，比如，但又不想外包，那你可以一边听着喜欢的音频节目，比如咱们的听书节目，一边买菜做饭，这样心情就会好很多。第二类是快乐但没意义的事情。作者对这类事的态度很简单，可以做，但不要沉迷。就拿电子游戏来说，作者认为它就是典型的快乐但没意义的事情。如果你每天玩半小时游戏，然后把剩下的可支配时间用来做其他更重要的事，那完全没问题。但如果一个人沉迷游戏，一玩起来就停不下来，把其他事情都忘到一边，那就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对于这类事，一定要提前做好计划，规定每天花多少时间，一到时间就立马停下来。第三类是不快乐但有意义的事情。这类事情也有很多，很多人并不觉得工作快乐，但又必须靠工作赚钱养家。在作者看来，工作在咱们生命中占据了巨大的比重，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一个工作不快乐的人，生活的幸福度也会降低，所以咱们有必要让工作变得快乐起来。怎么做到呢？作者建议我们要找到赚钱养家之外的工作意义，比如自己的工作对他人有什么价值。当你发现自己的工作能帮助到别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时，你就能从工作中获得真正的快乐。书里讲了一个叫坎蒂斯的故事，他是一家癌症中心的清洁工，负责打扫病房和卫生间。很多病人在化疗后会呕吐，他需要清理这些污物，而且身边都是绝症病人。按理说，这份工作应该会让人很不开心，但坎迪斯却很快乐，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他让病人在医院里感受到了照顾和温暖，这份意义感让坎迪斯很享受工作，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很多工作其实都能挖掘出更深层的意义，比如健身教练的工作意义是帮助别人变得更强壮自信，
摄影师的工作意义是让更多人看到自己身上的美丽。你也可以试着从自己的工作中挖掘意义，或者去追求你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有了意义感的支撑，工作就不再是一份苦差事，而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这会让你感到快乐。第4类是快乐又有意义的事情，这类事情是咱们需要优先安排的鹅卵石，具体是什么因人而异。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和所爱的人共度时光，通常都是既快乐又有意义的，比如比起散步、共进晚餐、旅行等等。这里的所爱对象包括伴侣、孩子、父母、好友，甚至是宠物。许多心理学研究都指出，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幸福有巨大的影响。它不仅让人更快乐，还能让人在遇到困难时更容易振作起来。那些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人，早逝的概率更低，在疾病中存活的几率更大，面对心理和经济压力时也恢复得更快。所以作者认为，在规划可支配时间时，咱们应该优先安排和所爱的人共度时光。安排好这些之后，再去考虑其他次要的事情。这里要注意一点，并不是和所爱的人单纯待在一起就够了。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沟通和互动，这样才能增进彼此的了解，建立更深厚的感情。如果你只是和朋友一起看电影，那对你们当完电影后为彼此交流观影体验，分享自己的感受，那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亲密。书里还介绍了一种叫亲密关系诱导任务的提问方式，能帮你和别人拉近关系。具体来说，你要问一些你感兴趣的对方的个人问题，然后再让对方问他感兴趣的问题，包括你最想改变的习惯是什么？他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有研究发现，通过15分钟这样的轮流提问，陌生人之间欢喜也会变得更亲密。以上就是寻找重要事情的第一种方法，时间追踪。通过记录自己的时间安排和感受，我们可以把事情分成4类，然后做出不同的应对，从而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时间，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提升自己的幸福感。下面咱们来说寻找重要事情的第2种方法，叫鸟瞰时间。我们是从1周或半个月的时间记录中寻找重要的事，而鸟瞰时间，咱们要打开视野，从几年甚至几十年后的角度去审视人生，思考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想做哪些事。鸟瞰时间的方式有2种，第一种是给自己写悼词。你可以假设自己在90岁时离开了人世，然后给自己选择一个角色，比如子女、伴侣或者朋友，从这个角色的角度给自己写一份悼词。这会促使你从人生的整体角度去思考，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希望以怎样的方式被别人记住。这些就是你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你应该优先去安排它们。比如，如果一个人特别在意家庭，他可能会以子女的角度来写这份悼词，在悼词中回顾和子女相处的温馨生活，以及子女对他的印象。在之后的生活中，他就可以把悼词中描述的自己作为目标去和子女相处。鸟瞰时间的第2种方式是采访你敬仰的长者，从他们身上吸收人生智慧。作者建议，采访时有2个问题必须要问：一、回顾整个人生，你最自豪的事是什么？2、回顾整个人生，你最遗憾的事是什么？作者曾给他的学生布置过采访长者的作业，并分析了学生的采访报告。对于最自豪的事，高达 76% 的长者都提到了家庭，他们和伴侣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抚养孩子健康成长。除了家庭之外，还有一小部分人把坚持走自己的路和职业成就看作最自豪的事。再来看最遗憾的事，有 38% 的人提到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
有 18% 的人提到没有充分开发自己在学习或工作上的潜能，还有 7% 的人提到失败的关系，比如和兄弟姐妹的关系破裂。结合这些采访，不难得出和前面类似的结论，好会影响人生的整体满意度。所以在规划时间时，我们一定要优先把时间留给陪伴家人。好了，说到这儿，咱们就讲完了第一部分的内容。通过时间追踪和鸟瞰时间这两种方法，咱们就能找到对自己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并且从其他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节省出更多的可支配时间。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时间去优先做那些重要的事了。知道优先要做哪些事，不代表你就能充分利用时间把想做的事都做好。下面咱们接着往下说第二部分，如何更好地利用时间。作者的建议可以总结为3条。第一条，增强完成任务的自信。当我们确定了优先要做哪些事之后，就可以给自己列的计划表，把什么事都写出来。就算我们从不重要的事情上节省出了时间，要做的事还是很多，从工作、陪伴家人朋友，到辅导孩子功课、做家务，还有各种杂事和突发事件。面对这一长串的任务清单，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能否完成，进而感到焦虑和紧张。自信对完成任务非常关键。很多人感到时间不够用，而是他们缺乏自信，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所有任务。一旦产生这种自我怀疑，就无法专注在眼前的任务上，做事的效率就会降低，最终真的完成不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完成所有任务，他的行动就会更加专注高效，最终顺利完成任务。所以为了更好地利用时间，做好想做的事，我们就需要学会增强自信。作者推荐了3种方法来增强自信。第一种方法是锻炼。许多研究都发现，锻炼能让人身心愉悦，觉得很有成就感。作者推荐每天至少锻炼30分钟，锻炼的强度不用很大，可以是慢跑、骑车或是瑜伽。作者自己每天早上会慢跑30分钟，跑完后他会觉得身心舒畅，头脑清晰，有信心完成接下来各种任务。如果实在挤不出专门的锻炼时间，也可以考虑骑自行车或慢跑上班。增强自信的第二种方法是帮助他人。作者在实验中发现，相比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当人们花一部分时间帮助他人时，反而会感觉自己的时间更充裕。在一项实验中，作者先给一群大学生上了1小时的课，课程结束后请一部分大学生留下来，花15分钟帮一名高中生修改入学申请书。其他的大学生可以提前离开，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后作者调查了大学生对时间的感受，相比提前离开的大学生，帮助高中生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拥有更多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大多数时候，帮助别人都是举手之劳，比如协助别人工作，帮邻居铲雪，咱们不用花太多功夫就能体验完成一件事带来的成就吧，还能收获别人的感谢，这都会增强我们的自信，觉得自己有能力完成各种任务。不过作者也提醒大家，帮助他人的前提，如果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去帮助别人，那咱们自己的时间肯定就不够了。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见缝插针，帮别人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从而增强自信。增强自信的第3种方法是体验敬畏。当人们面对宏大的事物时，会感到一种敬畏，进而产生一种与万事万物相联系的感觉，觉得自己和世界融为一体，自然就会变得更自信。敬畏最常见的来源就是大自然。很多人不论工作再忙，每周也会抽时间去爬山露营，就是为了从大自然中体验敬畏，让人能更放松地去应对。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爬山露营，至少可以去附近的公园散散步，
欣赏一下日出日落的美景，或者在晚上看看星空，这都会带来敬畏的体验。除了大自然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艺术作品和体育竞技中体验敬畏。无论是欣赏画展、听音乐会，还是看足球比赛，我们都会惊叹于人类取得的巨大成就，体验到人类自身蕴藏的无限可能，这也会增强我们的自信。第二条，保持专注，减少分心。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保持专注都非常重要。专注工作能提升效率，让你有更多的可支配时间。休闲也需要专注，无论是品尝美食、玩游戏，不过心不在焉，那就无法从这些事情中体验到快乐。事实上，专注本身就能带来幸福。哈佛大学的研究者曾用手千人的生活，调查他们每天都在做什么事，做事时有没有分心。研究者发现，分心非常常见，人们在将近一半的清醒时间里都在分心。与此同时，那些专注做事的人，无论他们在做什么事，都拥有更高的幸福感。相比你手头在做什么事，有没有专注做事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那咱们该如何保持专注呢？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减少外部干扰。手机就是常见的干扰来源，你可以把手机调成静音，这样就能避免事情做到一半就开始玩手机，或者被各种消息打扰。比如别人的谈话或是施工噪音，你不妨戴上降噪耳机屏蔽杂音。如果条件允许，你也可以找一个独立房间，让自己去专心工作和学习。除了减少干扰，你也可以锻炼自己的专注力。你要选择一件身边的东西，比如茶杯、书本，去专注地观察它，仔细欣赏它的各种细节，就好像你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你还可以抚摸它，感受它不同部位的触感区别。如果是食物，你也可以品尝一下味道，体会它有哪些味道，这些味道是否会变化。经常进行这种练习，会提升专注力，让你做事时更加投入。第三条，克服享乐适应。享乐适应是指，随着次数的重复，曾经让你快乐的事情会逐渐变得平淡。就好像吃你最喜欢的冰激凌，前2口你会觉得非常美味，但你吃的越多，冰激凌带来的快乐就越少。等你吃完一整盒冰激凌，可能还会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享乐适应同样发生在人生大事上。一项研究对数千人进行了10多年的跟踪调查，记录了他们的婚姻和幸福水平。研究结果显示，结婚后的前2年里，幸福感会逐渐上升，然后便开始逐渐下降，最终回到和结婚前的水平。就算是和梦中情人结婚，人们也会变得习惯把和伴侣朝夕相处看作天经地义，而不是快乐的源泉。和所爱的人共度时光是快乐又有意义的事，但在享乐适应的影响下，人们从中获得的快乐会逐渐减少。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从这些事情中持续获得快乐，我们就需要克服享乐适应。作者提供了3种方法，第一种是给生活加些新花样。前面说过，当快乐的事被重复多次之后，如果我们能给事情加入新花样，让它每次都有些不同，自然就不会出现享乐适应。假如你和伴侣每次约会都是先看电影再吃饭，重复几次后，你们就会感到无聊。更好的方式是每次都安排不同的活动，下次去参加陶艺制作，他下次去听音乐会或看脱口秀。通过不断参与新活动、新体验，你们每次约会都会充满乐趣，不会感到重复。克服享乐适应的第2种方法是增加仪式感。仪式感会强化一件事的意义感，让我们更关注并投入到事情中，体验到更多的快乐。作者举了个自己的例子，他很珍惜送女儿上幼儿园这件事，觉着女儿长大变独立，2人相处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为了提醒自己周是和女儿共度的时间，作者把每周四定为和女儿的早晨咖啡约会。他会一边和女儿唱歌，一边开车带女儿去咖啡店喝巧克力吃可颂，还会拍很多照片。通过这些安排，作者把平凡的周四变成了让人期待的约会，让自己和女儿都更加快乐。克服享乐适应的第3种方法是计算做一件事的剩余次数，这能提醒自己做这件事的次数是有限的。享乐适应出现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以为当下的生活会一直保持不变，自己每天都能见到伴侣和孩子，父母也一直都身体健康。如果生活一直保持不变，自然也就不值得珍惜。这很显然，这只是一种错觉。孩子会长大，伴侣和父母会老去，变化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无论是和伴侣约会、送孩子上学，还是和父母一起吃饭，任何平凡的小事其实都有次数限制。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份限制，就会更关注和珍惜这些事情，不把它们当作天经地义的日常，从而克服享乐适应的影响。作者建议人们可以选一件自己喜欢的事，计算出过去做这件事的次数，在比这两个数字后，人们会强烈感受到时间的有限。作者有位29岁的研究生，他的父母已经60多岁了。他计算了过去和父母共进晚餐的次数，他又估算了未来和父母共进晚餐的次数。因为他现在不和父母住在一起，所以每周只能在周日共进晚餐。再根据平均寿命计算父母剩下的时间。研究生得出的结论是，自己未来和父母共进晚餐的次数大约是572次，占全部晚餐次数的 8% 不到。如果父母发生意外，或是自己搬家到外地，又或者临时有其他安排，这个数字还会变少。这个结论让研究生非常震惊。深深感受到自己能陪伴父母的时间很有限，他决定以后不论多忙，都要把周日的晚上空出来，和父母共进晚餐。好了，说到这儿，咱们就总结一下第2部分的内容。为了更好地利用时间，做好想做的事，作者给了3条建议。一是增强完成任务的自信，具体方法包括多锻炼帮助别人和体验敬畏。2是保持专注，减少外部干扰，同时锻炼专注力，让自己做事时不容易分心。3是克服享乐适应，具体方法包括给生活加些新花样，增加仪式感和计算一件事的剩余次数。时间贫困这本书的内容咱们就聊到这里了。在作者看来，时间比金钱更宝贵。如果你能合理规划并利用时间，把时间投入到那些更快乐、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你就会获得更多的幸福。等到多年以后，你一定会充满成就感，满意自己度过的人生。你打算怎么规划自己的时间呢？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咱们下期节目再见。